華爾街的諺語，橫的有多長，豎起來就有多長。市場沉澱的時間越長，累積的能量越多，它爆發後的上漲或下跌空間通常就越大。接受牛市漲多了，就是會回調修正。我們的心態可以非常的穩。我是 Renee， 跟你分享我這一路上學到的跟換來的體悟。我整理了洗盤震盪中的3個重要的關卡，它們到底有什麼樣的規律，讓我們不再掉入橫盤陷阱裡面。長期洗盤震盪完，對大部分人來說是2種結果：看在愛呆股，或者是買飛。偷偷跟你說，這2種我都做過。這些行為其實是人類大腦幾百萬年進化下來的防衛機制，也就是人性。先確定我們是在大牛市的底盤，再決定這一次要不要跟着參與，避免在錯誤的地方做無效的努力。就看這2個重點。第一，資金水位的流動充裕嗎？市場上有足夠多的水，足夠的錢可以推高資產的價格嗎？第二個，長期市場的寬度斜率是向上的，市場上大部分的公司都是往上漲的地方，代表的是市場健康，而不是只有少數的大型權值股在漲。在確定了我們是在牛市中的牛市，我們就要準備面對盤整的3道關卡了。第一關，長期盤整就是時間酷刑。因為前陣子已經漲太多了，等待接下來公司他們實際上的驗證，資金潮們正往其他的產業或者是小型股輪動調整。每天打開那個看盤軟體，它都是在一個區間移動一點，移動一點，漲一點點，再跌一點點，漲一點點，再跌一點點。痛苦的是什麼？其他的股價在上漲，便開始覺得，這個資金效率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就這樣一點點，一點點的熬。一點點一點點的磨，你會開始懷疑自己的判斷，是不是這一檔已經沒空間漲了？我是不是該換檔了？很多人就是在這幾個月的無聊又焦慮的震盪中，默默一點一點的賣出了。這就是標準的時間換空間，不費一兵一卒，光用時間就可以把大多數人洗下車了。如果你定力夠，熬過了時間的酷刑，恭喜你，準備迎接第2關，下跌洗盤期。就是精神折磨。經過漫長的橫盤，圖表上突然開始出現緩跌，每天跌個1%、2%，再來個5%，持續幾個禮拜。完了，盤久必跌，真的要下去了。終於被那一波大的砍在阿呆股，為了保住最後的本金，終於忍痛割肉停損了。其實這叫做損失規避。人類大腦對痛苦的敏感度是快樂的2倍，虧損10萬塊帶給我們的痛苦是需要賺20萬塊的快樂才能彌補的。我們大腦的原始本能並不能理智的去分析這家公司未來還能漲多少，還有哪些前景，他只想做一件事，趕快逃離痛苦。這是一種強烈的求生本能，會逼着我們按下賣出，但卻很神奇的，每一次賣掉卻是上漲反彈的開始。第3關，洗完起漲期，就是賣飛的折磨。經歷了時間折磨、精神折磨，卻還是堅持立場，堅持不賣。一張不賣，奇蹟自來。終於迎來了曙光，價格回到你的成本線了。我終於離開套房了，幾年來的堅持終於有了成果。果然，長期持有是對的。但你心裡實際想的是什麼呢？謝天謝地，終於解套了，不虧就是賺。痛痛，不然等等又要跌回去了。那最痛苦的地方，恐懼陰影還是籠罩着你。開開心心的小賺幾個錢，就賣出了，覺得自己順利逃過一劫，簡直是天才。結果過了沒多久，它又漲超級多。這就是最經典的解套賣壓，這個區間，這個價格區間卡了一堆人等着回本，也因為前面累積的時間折磨跟精神折磨累積的夠久，然後心態固化在虧損的時間很久了，大家都想要在這個區間解套，但是一旦衝過這個關卡，就是突破上漲的開始，也就是華爾街的諺語，橫的有多長，豎起來就有多長，橫的有多長，
豎起來就有多長。The longer the base, the higher in space。市場沉澱的時間越長，累積的能量越多，它爆發後的上漲或下跌空間通常就越大。但諷刺的是，瘋狂上漲的期間，不敢追，也不敢及時回到這個遊戲裡，想要那個價格回到當初買的區間，持續的用過去的心態看待價格，而不是看未來的發展。其實這在心理學上叫做靜音效應。我們的大腦非常的健忘，總是會放大最近發生的事。明明就是一個為期數年的大牛市，但因為最近3個月、8個月都在橫盤下跌，你的大腦的記憶體就滿滿都是這檔股票不會漲、大盤很弱的負面標籤、負面印象。所以在股票大漲的期間也堅持不買，又回頭一看，是幾倍幾倍的蹭蹭上漲，只能在底下看着它越飛越高。面對的就是最終極的考驗 ，fear of missing out， 害怕錯過。終於還是又忍不住了，又再一次的住進了山頂的套房。就像我上一個影片提到的，以為自己在做的是長期投資，實際上卻是實現長期持有它虧損的時間，短期持有它獲利的時間。看清了這些階段了以後，要怎麼樣停止這個無限的輪迴呢？最好的選擇是什麼都不做，好好享受生活。畢竟大錢都是從大趨勢賺來的，但我們都知道，坐着不動往往才是最難的。真的手癢想交易，其他的選擇是結合左側交易跟右側交易，把他們的心法結合起來，一起用左側建底倉、右側加碼突破的方式。只要確定我們在牛市，接受牛市就是會一直創新高；接受牛市漲多了，就是會回調修正。我們的心態可以非常的穩。第一，在盤整期的時候，可以用左側心法，在盤整的箱型底部，先用10%或30%的資金建立一個小底倉。如果之後沒下跌，這就是成本價會非常漂亮的底倉。第二個，進入下跌的洗盤期，底倉繼續抱緊。記得我們是在牛市中的牛市選擇做這件事，所以內心可以不用那麼緊張，別急着在下跌期加碼，因為我們不知道會跌到哪裡去。等到跌勢差不多開始回升了，如果有多餘的資金，可以在這邊加，也就是加碼在右側回漲的地方，而不是左側的下跌期。第三個，洗盤完的起漲期，還是一樣用右側心法，等它真正的突破盤整的區間，有高的成交量，甚至創下新高的時候，就是真正突破那些住套房的賣壓。用資金順勢的加碼，小倉的加碼上去，做跟着趨勢走的交易。這樣做，你既不會因為盤整期就已經 all in， 然後心態崩潰，看在阿呆股，也不會因為只賺了一點小錢就提早賣飛。下一次再遇到這種長到讓人焦慮的橫盤，很可能就是下一步的大漲起點哦。你也有類似的經歷嗎？在下面分享你是怎麼樣應對盤整時期的。我是 Renee， 如果你也喜歡這些內容的話，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哦。那我們下一個影片見，就可以用。你在幹嘛？